本空自将和印度空军联合训练，意图通过研究俄制战机找到我军歼16的弱点，我国必须警惕。但为何说研究透了，对我军也造成不了太大的影响？目前亚太地区局势极不稳定，随着美国将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之后，美国和他的盟友们针对我国的行为就从未停止过。美日等国在台海地区动作不断，印度和越南近日也在南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目标直指我国。在这关键的时刻，日本和印度又联系到一起，双方空中力量准备紧密合作，共同对抗我国空军。据产经新闻22号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将在年内与印度空军进行联合训练。据悉，印度空军准备派遣多架苏30 MKI 战机前往日本周边，但日期和地点目前尚未确定。日本很可能通过这次演习深入了解苏30的性能，毕竟我国空军也装备了大量的俄罗斯战斗机。日本航空自卫队前中将织田邦男表示，此次日方 F-15J 将与印度苏30 MKI 共同训练，对日本空中自卫队来说是划时代的大事。这是日本航空自卫队首次与俄制战机进行联合训练，也是俄制战机40多年来首次降落日本领土。产经新闻表示，日本飞行员很可能会在共同训练中尝试驾驶印度苏30 MKI 战机，了解这一战机的机动能力、航程和油耗等性能，并且会对其所需要的维护方式和时间进行详细记录。这对解放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因为解放军装备了大约100架的苏30 MKK 和苏30 MK2， 并且他们认为中国自主研发的歼16战机就是基于苏30改良而来的。这些详细的资料甚至能够帮助他们找到歼16的缺点，为对抗中国空军带来重要的参考作用。这一点我国必须警惕。不仅仅是歼16，其实我国武器发展有一段时期，很多装备都深受前苏联和俄罗斯的影响，而印度又是俄罗斯最大的武器出口国。随着印度和美日等国越走越近，很可能会向他们提供一些关于俄制武器的关键信息，我们不得不防。不过我们也不必担心，一来，俄罗斯卖给印度的武器并不是俄罗斯最新的，相信在美俄关系降至冰点的今天，俄罗斯也会防止印度一手。其次，我国虽然有段时间深受俄制装备的影响，但是并没有全班照抄，我们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所以歼16虽然有俄制战机的影子，其实早就已经不是同一系列的战机了。说白了，印度的苏30 MKI 和我国的歼16战斗力根本不在一个档次。就算日本和印度将其研究透了，对我军也造成不了太大的影响。所以日本和印度寻找歼16弱点的美梦，最终将以失败告终，还能降低铁了。中国海军给菅义伟敲响6字丧钟，日本媒体紧张了，这不是在开玩笑。055、052单刀直入，还敢抱美大腿。自拜登上台，美国加大针对中国的力度后，该国身后的跟班就越发有底气。接连派出军舰军机到中国的地盘上挑衅叫嚣不说，还屡次触及中国底线，全然不将中方的警告放在眼里。不过相比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日本似乎更为猖狂，一副铁了心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的模样。既然如此，中国也就无需手下留情。根据最新消息，解放军东部战区在东南海域展开了一个大动作。中国海军大批军舰、战斗机在台部分海域进行了大规模的实弹军事演习。尽管并未对外发表此次演习的目的是什么，但是就在我军演习次日，日本统合幕僚监部公布了一张中国军舰的照片。照片中显示，在22号凌晨0点左右，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对马岛西南方向近105公里的海域附近发现了正在向东北巡航的中国海军舰艇编队。据悉，中国海军舰艇编队由055型驱逐舰101南昌舰、052D 型驱逐舰119贵阳舰以及903A 型综合补给舰903号共3艘军舰组成。在通过对马海峡以后，北上进入日本海。052D 是052C 最新改良型，是一种配备相控阵雷达和垂直发射区域防空导弹系统的现代化防空驱逐舰。055大驱更是中国研制的首艘新型舰队防空驱逐舰，同时派出这2艘军舰，可见事情并不简单。但是在外界看来，既然中国军舰这次敢单刀直入日本海，就足以说明其根本不怕日本方面的任何回应举动。根据日本媒体的分析，不难看出日本内部现在已经开始紧张。在他们看来，中国军舰这次行动很可能是对日本近期的一些不当言论进行的回击。日本作为中国周边国家，是相比周边邻国罕见跟中国闹僵的国家。可以说，自从日本甘愿充当美国遏制中国、俄罗斯的马前卒以后，日本就已经完全在政治、外交等各个方面一边倒了。面对这种情况，日本除了要登上美国的战车，很可能也是该国的军国主义思想有了死灰复燃的迹象。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军舰逼近日本海，很可能是对日本当局发出了严重警告，用实际行动告诉该国，若其再不停止危险举动，中国军方完全能够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给予致命一击。这6个字就是在给菅义伟敲响丧钟，不然此次中国军舰不走寻常路就是一个开始，这不是在开玩笑，这要惹怒了中国，就连美国都是有所忌惮恐惧的。如今战火已经烧到日本海，若继续抱美国大腿跟中国作对，解放军不介意来一个杀鸡儆猴。印度边境大搞基建，25座军事设施拔地起，不寻求和中国冲突已变为一句空话了吗？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这些天印度在边境地区又弄起了大动作。一方面，成百上千的工人涌到中印边界拉达克地区附近，大力推进中印边境拉达克地区的建设，寻求在该地区修建道路，促进新的军事基地、直升机停机坪及桥梁建设。届时预计将有25座军事设施会拔地而起。另一方面，印度海军则是派出了4艘军舰组成的舰队驶向南海和西太平洋地区，进行为期2个多月的部署。在这2个月期间，除了常规训练外，印海军还将参加美日印澳联合举行的马拉巴尔军演。显然，印度官方此前所言的不寻求和中国发生冲突，变成了一句空话。说起来，关于中印边界冲突，印度方面最近确实释放了一些好信号。7月底，中印双方就地区冲突进行了9个小时的会谈。印度媒体也对这次谈话发出了积极信号。印度空军参谋长巴达乌里亚也说过，同中国的全面冲突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将来也不可能。这一切迹象都表明，莫迪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态度已经逐渐转变。毕竟，维持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对印度更有利。如果一味地被西方当枪使，莫迪也应该冷静下来，考虑是否值不值。然而，现在态度却突然转变，不说冷淡处理中印问题也就算了，还敢主动出击，在边境大搞基建的同时，还派出军舰挑衅中国。很显然，印度方面在边境问题、在与中国对抗等问题上，并没有认输。前段时间只是暂时性的妥协，而如今修建这些基础设施，没准就是为了下一次对峙做准备。为此，印度高官还口出狂言，称印度现在之所以这样做，是来自于中国单方面的压力，这让印度不得不开始全天候修路，以保证边境与外界能够连通，内部道路畅通，也方便物资运输。除道路建设外，印军还将建立补给和燃料仓库，并建造弹药库和机械保护设施，充分的准备一定要让1962年的失败再次重现，要让解放军重蹈覆辙。应该知道的是，中印双方先前已经举行了多次会谈，并在第10轮军长级会谈中指出，双方未来将继续保持沟通对话，同意遵照两国达成的重要共识，稳定控制边境局势，稳步有序达成双方都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可现在，印军屡次违反谈判内容，在边界修建大量道路和军事设施，甚至继续向边界增兵，以遏制中国。